你是否也曾经在深夜里向上天发出过这样的请求？拜托，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功课了？你是否也陷入了一种像是被写入宿命般的感情模式里？我有一个个案，他来找我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被耗尽的疲惫。他说：爱妃，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我总是吸引到同一种类型的男人，他们都是刚离婚的，带着自己的创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疗愈。他们就像一个个需要温暖的爸爸。他深吸一口气，眼眶有点红，说出了那句让我心头一震的话。我真的向上天祈求，我说：拜托了，老天爷，下一个男人可不可以不要再是我的课题了？我真的学不动了。如果这句话也同样敲中了你内心最深处的疲惫与渴望，那么请你留下来，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对于吸引力法则、对于亲密关系，甚至对于你自己的所有认知。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个案身上，甚至在我自己过去的生命里都看过无数次。我是爱妃，一个匠人，也是一个经营者。但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不是商业策略，而是经营人生最重要的心法，一个帮助我跟无数女性从这种无尽回圈中走出来的真相。你知道吗？最吊诡的事情就在你呐喊出不要再来一个课题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当你的整个身心，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用力的抗拒、排斥课题的出现时，你的能量场，你散发给整个宇宙的信号，恰恰就是3个字：课题来。这就是能量运作最基本也最常被误解的法则。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愿望，不是你口中说的要或不要，宇宙回应的是你的焦点，是你的能量震动。抗拒本身就是一种极度强大、极度聚焦的能量。想象一下，你用尽全身力气去推一堵墙，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那堵墙上，你跟那堵墙的关系在那一刻是无比紧密的。你越是呐喊我不要痛苦，你的能量就越是与痛苦这个频率共振。你越是祈祷千万不要再遇到渣男，你的整个雷达系统就越是精准地扫描着环境中所有符合渣男特征的信号。这就像是你走进一个满是人的房间，你告诉自己，我千万不要去注意那个穿红色的人在哪里。结果呢？你的眼角余光，你的潜意识会不断的自动的去定位那个穿红色的人在哪里。这是否解释了为何你越想摆脱某种特定的人，就越是像磁铁一样把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吸到你的生命里来？你以为你在逃离，但从能量的层面看，你其实是在追逐。这听起来很玄，甚至有点不公平，对吧？但别急，这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心理学根源，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童年的回声。好，现在让我们从能量的层面暂时回到心理学的现实，我们来聊聊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他？为什么你的爱情故事总像是在重复播放同一部老电影？答案是，你所吸引来的每一位伴侣，尤其是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纠结、无法自拔的伴侣，其实都只是一面镜子，一面清清楚楚照出你内在世界，照出你未被满足的需求，照出你最深的恐惧与创伤的灵魂的镜子。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跟这面镜子里的人战斗，我们试图改变它、修正它、疗愈它，
我们指责他为何不够好，为何不能如我们所愿。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去擦拭这面镜子，甚至想把它砸碎，却从未意识到镜子里的那个人，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反映我们自己。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心理学概念，叫做潜意识回报 （subconscious payoff）。意思是，即使一段关系在意识层面让你痛苦不堪，但在潜意识里，你却能从中获得某种好处或回报。这份回报就是让你紧抓着这段关系不放的隐形的钩子。听起来很荒谬吗？痛苦的关系能有什么好处？让我为你揭示几个最常见的隐藏在痛苦背后的潜意识剧本。第一个剧本叫做熟悉感的安全错觉。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童年是在一个充满情绪勒索、忽冷赫热的环境中长大的，你的父亲或母亲可能时而对你温柔备至，时而又莫名的冷漠疏离。在你小小的世界里，爱就等于不确定性，亲密就等于隐隐的不安。长大后，当你遇到一个情绪稳定、温暖平和的对象时，你的潜意识反而会觉得不对劲，太平静了，太安全了，这感觉好陌生，这不像家的感觉，这不像是爱。然而，当你遇到另一个回避型的人，他会上演同样的戏码，热烈追求，然后突然消失，对你很好，但又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转身离开。你的头脑在尖叫，快跑，这是个危险信号。但你的身体、你的神经系统、你的浅大脑却在说，就是这个感觉，心揪在一起，坐立不安，等待他回讯息的焦虑。这个感觉好熟悉，这才是爱吧？看，这就是潜意识的回报。那份痛苦的、混乱的、不确定的感觉，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病态的安全感，因为它太熟悉了。你不是爱上了它，你是爱上了那份熟悉的痛苦。第二个剧本更为隐蔽，叫做拯救者的圣母情节。如果你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或者你内心深处一直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那么一个有问题的伴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舞台。他有创伤，他事业不顺，他不懂得如何爱人。太好了，这正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你开始扮演起拯救者的角色，你为他的人生出谋划策，你用你的温柔去疗愈他的童年，你用你的包容去理解他所有的不成熟。你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被需要，感觉自己有价值。每当你成功地安抚了他一次，或是让他对你产生了依赖，你的潜意识就会得到一次巨大的满足。看，没有我，他根本不行。我在这段关系里是多么重要。这个我很重要的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回报。为了得到这个回报，你会不断地被那些需要被拯救的破碎灵魂所吸引。你以为你在爱他，其实你只是在透过修补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但最终你会发现，一个不想被拯救的人，你是永远也拉不动的。你的付出最后只会变成溺爱与浩劫。第三个剧本最为残酷，叫做我不配得的自我验证。如果你在生命的早期被植入了一个核心的负面信念，比如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我终将被抛弃，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像一个最忠诚的程式设计师，不断地为你编写能够验证这个现实剧本。你会莫名其妙的在众多追求者中被那个最不可能给你承诺、最具有抛弃风险的人深深吸引。你的理智告诉你他很危险，但你的感觉却被他牢牢抓住。然后关系开始了，你开始小心翼翼，开始过度付出，开
开始疑神疑鬼。你的潜意识在暗中操纵你，让你做出一些会把对方推开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对方真的离开了，抛弃了你，在那一刻，巨大的痛苦袭来。但在痛苦的最深处，你的潜意识却会发出一个微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却带着一丝诡异满足感的声音：你看吧，我说的没错，我果然就是不值得被爱的，我果然就是会被抛弃的。你的预言自我实现了，你又一次向自己证明了那个最底层的信念是真的。这个证明我是对的病态满足感，就是这份关系带给你的最黑暗的潜意识回报。我的个案，他所吸引的那些离婚的、有创伤的爸爸们，正是他童年的完美复刻。在深入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回避型疏离者。他事业成功，能提供很好的物质生活，但在情感上却像一座孤岛。他从不表达爱，从不处理情绪。每当家里有冲突或需要情感连结的时刻，他就会用工作、用沉默、用我很忙来逃避。女儿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潜意识里一直有一个未尽的渴望：我如何才能敲开爸爸的心门？我如何才能得到他的关注和爱？于是，成年后的他被一个又一个情感上的孤岛所吸引。他试图用他的爱、他的理解、他的温暖去融化他们。他潜意识里是在试图完成那个在童年时期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让那个回避的父亲终于回过头来看见他，拥抱他。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任务，因为他眼前的这个男人，他不是你的父亲，而你也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女孩了。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是否也发现自己总是被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吸引？让我们看看这有多普遍。所以，当我们看清了这个模式，看清了这背后来自童年的回声和潜意识的回报时，我们很自然地会开始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原来他是回避型人格，原来他有创伤。我的个案也是如此，他开始研究各种心理学类型，分析他的伴侣，然后带着一丝愤怒和无奈对我说：爱妃，我明白了，问题在他身上，他根本没有意愿去面对自己的创伤，他不想做功课。他说的没错，他的伴侣确实没有在做功课。我静静地看着他，等他说完，然后我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将我们整个对话带入一个全新维度的问题。我说：是的，他没在做功课，这点我们都同意。但亲爱的，你呢？你又是如何在逃避你自己的功课的？他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困惑，甚至一丝被冒犯的委屈。我没有逃避呀，我看了那么多书，上了那么多课，我来找你咨询，我这么努力地在疗愈自己，在做功课，我才是那个拼命想解决问题的人呐。你看，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我告诉他，你过度的疗愈，过度的分析，过度的想解决问题，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亲密关系课题的专家，这本身就是你逃避真正功课的方式。他的功课不是去分析伴侣的人格类型，不是去回溯童年的每一个细节，不是去上更多的灵性课程。他真正的功课，那个他一直在用努力学习和寻求解决方案来巧妙避开的核心功课，只有3个字：脆弱感 （vulnerability）。他害怕的是承认自己搞不定时的那份无力感。
他害怕的是彻底放下所有分析、所有道理之后，那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失控感。他害怕的是，当他不再扮演拯救者，不再扮演那个更清醒、更努力的一方时，他可能会真的失去这段关系的恐惧感。他用头脑的勤奋来掩盖了内心的脆弱，他把焦点放在解决他这个看似积极的目标上，来回避感受我这个真正可怕的课题。他没做功课，而你的功课就是去承认你也在用你的方式逃避着你的功课。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所有问题的最终核心，那个所有外在关系混乱背后的唯一的真正的根源，那就是你在逃避你的脆弱感，而你用来逃避的武器叫做控制。你试图控制它，你希望它能按照你期待的方式去成长、去沟通、去爱你。你试图控制关系，你精心设计对话，你小心翼翼地付出，你试图预测每一个可能的走向，以确保关系能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你试图控制结果，你向上天祈求不要再是课题，你想要一个确定的、完美的、不再痛苦的结局。你甚至在试图控制你自己的疗愈进程。你给自己设定目标，你要求自己快点好起来。你把疗愈本身也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达成、被管理的 KPI。你变成了一个拿着地图、拿着计划书、拿着所有理论武器的精疲力尽的战场指挥官。而真正的出路，那条唯一能让你解脱的道路，恰恰与你努力的方向完全相反。它不是更用力的去控制，而是彻底的、完全的放手。当我说出放手这2个字时，我知道你的头脑会立刻跳出来反对。放手怎么可能？放手不就意味着我输了吗？放手不就意味着它会变本加厉吗？放手不就意味着这段关系就完了吗？这就是那个最大的悖论所在。让我给你讲一个比喻，这是我从一位伟大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彻底改变了我。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情绪的监狱里，这座监狱就叫做不确定的关系。你非常痛苦，你想逃出去，于是你开始用你最擅长的工具，你的头脑、你的智力来寻找出路。你在地板上用粉笔画出了监狱的详细地图，标示出每一个角落。你分析墙壁的材质，计算天花板的高度。你研读了所有关于越狱的书籍，你成了世界上的最懂这座监狱的专家。你甚至开始绘制逃生路线图，路线 A、路线 B、路线 C。如果他这样说，我就那样回；如果他冷淡了，我就后退；如果他热情了，我就前进。你的头脑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在运转，你觉得自己非常努力，非常忙碌，你在为你的自由而战。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埋首于你的地图和计划。你从未注意到那扇监狱的门从来就没有上锁，你也从未注意到那把能让你感知到门没上锁的钥匙一直都在你的身上，你只是从来没用过它。那把钥匙不是你的头脑，不是你的分析，不是你的策略，那把钥匙是你的感受，是你允许自己去真真切切地感受身处这座监狱里那份最原始的、最不舒服的感觉，去感受那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困惑，去感受那份他可能真的会离开我的恐惧，去感受那份我可能真的搞砸了的无力感，去感受那份我好孤单、好脆弱的悲伤。当你停止在地板上画地图，当你终于愿意放下你的笔，
只是静静地坐下来，允许这些情绪像浪潮一样穿过你的身体时，奇迹就发生了。当你不再抗拒恐惧，恐惧的能量就会流动消散；当你不再试图消灭困惑，困惑的迷雾就会散去，清晰感会自然浮现。你会突然发现，你所有的力量都被用在了抵抗情绪的内耗上，而当你停止抵抗，这股力量就回到了你自己身上。你会在那份平静中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智慧。你会突然知道该怎么办。那个答案不是你想出来的，而是从你内心深处长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决定，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只是一种笃定的平静。这就是放手的真正含义。放手不是放弃，不是认输，放手是放下你的头脑，放下你的控制，转而用你的整个身心去拥抱你当下的真实感受。我知道你会害怕，你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去感受那份痛苦，我会不会被它吞噬？我会不会崩溃？请你记住这句话。你不是你的情绪，就像天空不是浮云。感受它不代表认同它，更不代表要沉溺其中。感受它只是意味着你允许这朵乌云从你这片广阔的天空中飘过，你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看着它来，看着它走。当你允许情绪流过，而非抗拒它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发生。那扇从未上锁的监狱大门才会在你面前应声而开。当我跟我的个案深入探讨到控制与放手这个层面时，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让我瞬间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说：菲，我好像明白了，所以我其实是喜欢混乱的，因为那种感觉很熟悉。是的，我回答他，完全正确。这就是那个最终的既残酷又充满力量的觉醒时刻。你爱上的从来不是那个回避的他，不是那个有创伤的他，你爱上的是那份熟悉的、心脏狂跳的、未纠结在一起的混乱感，因为这份混乱是你童年唯一熟悉的关于爱的语言。如果你的童年是平静的、被稳定滋养的，那么混乱对你来说就是噪音，你会本能地远离它。但如果你的童年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情绪风暴组成的，那么混乱对你来说就是家的背景音乐。我告诉他，是的，如果混乱是你童年首需的感觉，你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不断被它吸引。你的潜意识会为你精准地筛选出那些最能为你创造混乱感的伴侣，而你会一直选择它，直到有一天你打从心底真正的决定不再选择为止。这句话给了他巨大的震撼，也希望能给你同样的震撼。那个权利，那个最终的选择权，100%完完全全就在你的手上。你不需要去改变它，你不需要去疗愈它，你甚至不需要去原谅你的父母。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在下一次当那个熟悉的带着混乱气息的人出现时，在下一次当你又想卷起袖子扮演拯救者时，在下一次当你的内心又开始上演那部悲情大戏时，你能够停下来，深呼吸，对自己说：是熟悉的混乱感，我辨认出你了，但这一次我选择平静。
你可以随时走回那条老路，那条通往熟悉痛苦的老路，没有人会责怪你。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刻，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决定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路。这个选择只属于你，所以这个选择到底要怎么做？它不是一句口号，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撑，它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练习才能长出来的能力。这就带我们回到了所有问题的起点，也是所有解决方案的终点，停止再向外寻找答案了。你与你自己的关系，就是你与这个世界所有关系的答案。你的首要任务，你唯一的功课，不是去搞懂男人，而是搞懂你自己。具体来说，就是学会安抚与调节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可以把你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你内在世界的天气系统。当它失调时，你的内心就会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在这种状态下，你不可能做出任何明智的决定，你只会被恐惧和焦虑驱使，去重复那些旧的带来痛苦的行为模式。而当你的神经系统回归平静与稳定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像一片雨后的湖泊，清澈而宁静。在这种状态下，那些曾经让你困惑不已的问题，答案会自然浮现。你的智慧、你的直觉、你的勇气都会回来。所以，不要再问我该不该分手，我该如何沟通了，去问我此刻如何能让我的神经系统先平静下来。这不是什么玄学，这有非常具体的练习方法。我想在这里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30秒的练习，就现在。无论你在哪里，请先坐直或者舒服地站着，如果可以，轻轻闭上你的眼睛。现在，请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带到你的呼吸上，感觉一下空气从你的鼻腔吸进来时那微凉的温度，跟随这股气息，感觉它充满你的胸腔，你的腹部微微隆起，然后缓慢地用你的嘴巴像吹蜡烛一样把它们全部吐出去，感觉你的肩膀沉了下来，身体的紧绷随着这一口气被释放掉了一点。再来一次，深深的吸气，感觉气息充满你的每一个细胞，然后长长的、慢慢的吐气，把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分析都吐出去。最后一次，吸、吐。好，现在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感觉一下你此刻的身体是不是比30秒之前松了一点？你的思绪是不是慢了一点？这个练习就是调节神经系统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你不需要任何工具，你的呼吸就是你随身携带的锚。当你下一次又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个行为而感到情绪翻涌时，先不要急着去反应，不要急着去想该怎么办，先为自己做3次这样的深呼吸。当你练习的越多，你就会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创造出一个微小但宝贵的空间。智慧就在那个空间里诞生，你会开始真正的理解我刚刚说的，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那个能够观察到情绪升起的天空，你是那个能够决定是否要跟随这股情绪起舞的主人。除了呼吸，像是烛火冥想，只是静静地看着烛火跳动5分钟，或者走到户外去感觉风吹过你的皮肤，听听远方的鸟叫，所有能让你从头脑的喋喋不休回到身体当下感受的练习，都是在为你的内在世界安装一个强大的稳压器。当你的内在变得稳定而平静，你会惊讶地发现外在的世界也随之改变。那个曾经让你抓狂的回避型伴侣，你可能会发现你不再那么需要他必须改变了，你的平静反而给了他空间。
或者你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勇气，平静地转身离开，因为你知道你值得一份同样平静而温暖的爱。你会开始吸引那些同样懂得如何安抚自己内在世界的人，因为能量共振的法则从未改变。最终你会成为自己最温柔、最坚实的伴侣，而到那时，你遇到的所有人都只是锦上添花，你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对的人。如果今天的内容在你心里敲下了一点什么，请务必点个关注，因为你的支持是我能持续分享这些直面核心、不说废话的内容最大的底气。这支影片建议你先按赞收藏，它值得你在迷惘时反复回看。